我不跟你换，赶紧换，别，赶紧换！我真不想必须换用这个垃圾小瓶，必须换！哎，别说多了，我真不想换，快拿来，快点！我操！胜利！以这个 S30 Pro Mini 今天到现在为止的表现来看，好吧，用这个手机这辈子有了啊！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离线玩家 Online 频道啊！今天给大家带来小屏对决5.0啊！今天视频的主角是 vivo S30 Pro Mini 6500的电池，天玑9300加的处理器，以及跟它价格相仿的1加 13T 6260的电池。骁龙8亿的处理器，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一台不跟线下机去比呢？线下机都不是一个尺寸的，怎么不是一个尺寸不能比啊？我不想跟他们玩。而且感觉这次 S30 Pro Mini 还挺有性价比的，还是个小屏，有点意思啊。跟上一代比还有退步呢。哎呀，小屏就不要求那么多了嘛。是不是都是短焦指纹啊？不要说了，小屏里面除了小米都是短焦指纹。那么相关的设置以及流程呢，我们会打在公屏的某个地方。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不要忘记了一键3连加关注啊。那么待会儿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测试吧。今天是28度呀，是一个大阴天呢。我们两台手机先放 B 站4K 视频呢。很明显可以看到，即使在这种天气下，也是1加 13T 的屏幕亮度要高一点。经典蓝场是吧？什么高多少？高不少嘞，赶紧拉！高蛮多嘞。试玩期间，我们看了差不多20分钟的 B 站46帧视频呢。我们手动调完 vivo 的亮度之后，发现它好像偷偷摸摸又降了几次。我调了好几次，好吧。哎，它这个亮度测的挺保守的啊，因为今天是个阴天啊，现在。而且你看现在它的亮度都比以前要低。虽然它亮度低，但是它发热高呀，是吧？我感觉背面有一点温温热的了。哎，9300加不行，还得看我骁龙8亿。我想把壳摘了，手机有点热怎么办？29度，而且大阴天，并且还有风。根本就没有任何的那种大太阳直射啊！现在，那么第一把我们就打王者荣耀5v5均衡模式呀，两台手机都可以开到120帧加自定义最高的画质啊！来吧，开打！我这个 vivo 怎么一上来90帧呢？6，我开的是最高啊！6啊！91，OK， 我摘壳了，你摘吧120啊！我说了有点热了，我也摘了，真的有点热。什么意思啊？你什么意思啊？散热太好了，热量全出来了。什么叫散热太好了？别人都没热量可散了，这干嘛了？你就是散热啊！你不能一上来就偷帧率啊！你现在给我打开游戏模式，打开游戏模式耗电就多了呢。那怎么样？它120呢？你怎么说啊？释放你的 boost。哦，打开 boost 之后是120了，那不就对了吗？这把打了不到4分钟，我怎么感觉 vivo 有点暗了？vivo 确实亮度要低一点点了哎。不用评价了，碾压了，我们1加多厉害啊！我们一起开了6折音量，我感觉 vivo 这边小一点，所以我俩开了8折了。现在听感是差不多，哪一点都不如我。万一续航比你屌呢？这把游戏打了刚刚9分钟，我感觉这个 vivo 亮度越来越暗了，怎么回事啊？好暗呀，好暗呀！为什么这么暗了？不仅暗还烫。你调的跟他一样，调的跟他一样啊！我这最亮了。你这最亮吗？亮了拉满了吗？最亮。我家都才拉到这里，我都比他亮好几个档了。不是你这什么手机啊？我需要散热背夹，我是不行了。我现在1加跟 vivo 锁到差不多亮度了。我说实话，这个亮度在今天太阳还没有完全出来的情况下，真有点看不清了，玩的好不爽啊！这把游戏打了13分钟了，赶紧把你的1加给我调暗一点。它又 vivo 的亮度又降一档了，我操了，傻逼吧！我觉得以目前 vivo S30 Pro Mini 这个表现来说，不配做我1加 13T 的对手。那拍照呢？后面再说嘛。这把5v5打了差不多16分半 ，vivo 锁到了90帧了，还是开的性能模式，结束了。我要散热，快！你是不是没有锁帧啊？我的均衡模式没有锁帧，没有降亮度。哎，快把散热背夹给我掏出来，真的热这个背面。你真别拖累我吧？什么我摸啊？你快摸！这个真的很烫啊！这个哇，上半部好热。我天！我操，这个真的有点握不住了。你这样子握上去，3秒钟吧，最多3秒。1加 13T 明显不烫一点。为什么它这么烫啊？温热吧，这个就是温热。快给我背夹！你这负载不高，它虽然开了性能模式，但是相关的什么性能模式里面的设置我们都没有打开啊，什么 HDR 什么的。你这搞笑呢？不要说了。那我们第2把5v5王者荣耀，我们再从均衡模式开始呀。我看它是不是还是进去有90帧？看起来这个均衡模式 vivo 只有90帧呐。为什么呀？怎么一进来又是90帧啊？不是3股热了吗？我们还是把游戏模式和相关设置都调高吧。神人手机好吧，神人用神人手机。
人在无语的时候真会笑是吧？你肯定要开游戏模式啊！他开什么游戏模式？没掉帧呐！我均衡模式都不掉帧，不准开，不准开。因为今天其实负载很低啊，又不热，我这个一加完全就行啊。你是得，我说实话是它太差了。真不开游戏模式吗？他为什么要开游戏模式啊？他为我都你给一个理由。因为我开了。你开所以他要开是吗？是的，游戏模式肯定耗电一点，必须给我开。OK， 我开。这把游戏已经打了10分钟了，vivo 亮度好像是降了1点哎。降了，那不止1点了，它这个1加13T 要亮很多的。快来锁住吧，快点降低。哎，我真无语了，这个手机。这把游戏打了14分钟，vivo 最后是没有锁帧，但是它的亮度有点缓慢下降的趋势啊。而且其实我们给它降温之后，它一开始还是锁了90帧，你这个性能释放也太保守了，而且打着还要掉亮度。哎，我就要一直迁就这个废物手机，我都想笑。看了20分钟视频，打了30多分钟王者，vivo 只有87了，一加还有90啊，而且背面还是有点热。你电池比它大，然后你屏幕比它暗，你帧率也没它高，你现在在干嘛呢？发热呀，发热不受控制呀。你发热还比它大，然后你电还比它少。我们已经在微信里面拍了1分钟的视频了，现在上传一下，走。左边是 vivo 啊，右边是一加啊，看样子是一加导的比较快呀。vivo 一加已经发完了。，i2又这毛病。这不是爱酷，这不是爱酷。vivo 又这种毛病。哎呀，又没导完。OK，它直接就发完了。现在我们来下载一个1G 大小的文件啊，3、2、1，点。两台手机都是5G 的网啊，而且一加这边屏幕亮度明显比 vivo 要高啊，可是 vivo 下的比较快啊。vivo 要赢了。它能到30多的速度。对，大家看一下啊，230啊。一加这边就是10几，这个浏览器感觉不太行啊。哎，现在一加上来一点了，有20多，又降了，但是这边就30多啊。要结束了。你不是说你喜欢导得慢一点的吗？这又不是导。它下好了，一加刚刚下了750兆，然后现在你看它现在速度又变快了，就没人跟他抢了。现在我们2台手机在电信塔打电话，联通塔刷抖音呢。你这个 vivo 已经看不清了。你看我这个一加多白啊，不是多亮啊。你确实挺白啊。慢刷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了。再快一点，我感觉都有一点点卡顿吧，然后都不是特别的好啊。那在最快没有很大的区别吧，就是会在某一个地方就卡住，然后刷几下刷不出来啊。现在我们2台手机在联通塔打电话，电信塔上网，2台手机亮度都是最高呀，但是这个 vivo 是不是有点太暗了？那刚刚按了很久了，好不好？你看这个真的有点看不清了，一加是明显要亮一些的。那来吧，慢慢。慢刷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吧？快一点。我感觉是 vivo 这边卡的多一点呢，这个 vivo 的电信感觉会比联通差一点，这样快一点。刷的比较快了之后呢，2台手机就差不太多了，都会有那种夹载的情况啊，这个还比较正常了。现在我们准备使用高德地图步行导航去往中午吃甜品的地方，然后我们打开地图软件之后，你看这个 vivo 的亮度，不是，这都没什么太阳直射啊，你这也太暗了吧？拉满了吗？尽力了。要不把壳摘了吧？我说实话，你真的使不了吧？就这个负载，你这么按，日常用肯定贼不舒服的。可能是体质比较差的。哇，这 vivo 的 S 系列感觉是不太会做小屏啊，我说实话，做不明白。就问你好吧，摘不摘壳？摘壳。现在不戴了。我看你不戴，你等下能有多亮？好吧，我真的不相信你了已经。它这个已经洗不清了，因为我们正常使用，谁会没事一下子带壳，一下子不带壳？我们只是为了视频更加直观，看它会不会恢复亮度啊。我们刚刚过了个圆盘啊，2台手机定位没有完全过来啊。我们现在是在这个路上面的，并且导航现在是让我们往右边走，哎，我们一不小心走错了，往左边，看他们2个反应怎么样。我必须要说一下，就是这个恢复了一点了。它的亮度虽然是恢复了一点，但还是比一加这边明显是要暗的。右边是一加啊。我们刚刚往前走了大概20米啊，2台手机的定位都很快恢复了。并且我现在一加已经给我指引一条正确的路线，让我直行。vivo让我回头走呀，也是正确的路线啊。但是我这个明显智能一点，好吧。然后说一下今天的天气啊，现在显示是29度，但是并没有大太阳直射的，而且还不时有风吹过，我们体感是比较凉快的，好吧。这个 vivo 就是10。我们现在又过了个路口。我这个一加的定位现在是不太对的啊，它是在你那个导航的路线上，但实际上我们是在 vivo 这边的呀。要靠中间一点，并且他们俩的规划路线也不太一样。vivo现在是让我们到对面去走，但是一加这边是直接就是在这条路上啊，在右转啊，而且现在亮度也可以看到是一加还是稍微高一点的啊，这个 vivo
稍微一发热就不行了呀。我们在这条路上走了50-60米了，我这个一加一直是显示在它规划路线上走的，但实际上我们的位置是靠里面一点的啊。我刚刚走的时候，vivo 的实际位置是对的，但现在又回去了。我得动起来才是对的。刚刚真的是对的吗？真的是，我要继续动起来了。动起来看看，对不对？动起来了。等一下，不要急。好了没？完了，好了，好，你看，动起来是对的。我得动起来，不能停。啊，它这个位置还挺准的，因为我们确实是在靠里侧行驶啊。这一加就是不带动的。你是车是吧？我是汽车人。我们往靠近马路的地方又走了一会儿啊，刚才 vivo 走路的时候，它的实时位置一直是对的，但是一停下它又错了。我的一加就一如既往啊，就在这规划路线上，动都不带动的。你也不能说这个一加差吧，就是因为它确实是在我们走的这条路线上啊，但是它那个实时位置确实是要有一定的误差。对，有一点点的差别的。那我们现在把导航挂后台来刷一下美团。哦。vivo 出现那种大面积的白色加载，一加这边是没有问题的啊。对，vivo 的兼容也做的不行，这么白怎么看？而且现在就是大阴天啊，这个亮度一加是明显比这个 vivo 要高的呀。你看刷着刷着它亮度还更低了。招销啊，这手机。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不要说了。不要说。我们在导航的这个过程中啊，这个 vivo 的亮度就是经常会变动啊。你看现在这么暗，但 vivo 的实时位置现在是对的。然后一加它亮度一直都拉满的，非常坚挺啊，看着非常的爽。什么垃圾手机啊！现在没太阳，你这看得舒服吗？看不清吗？还戴个闭墨镜。看得清，看得清。他攻击你的墨镜。下午你用这手机，我看过怎么攻击你。我不想用，我真不想用。我才刷了3分钟的美团，怎么掉帧了呀？你回桌面看是不是？桌面也是60帧了。我的天哪！而且亮度还非常低啊。一加没有问题。招销啊 ，vivo。一加没有问题啊。你回桌面。看一眼你桌面，桌面咋了？桌面120呀，桌面咋了？你怎么说啊？你再给我回桌面。60帧啊，亮度最高了。OK， 牛逼牛逼！我感觉 vivo 这个小屏手机，它的发热也有问题，它是不是机身小，热量散不出来啊？你烫不烫？哎，你给我摸一下摸一下。真的有点热，上半部热，下半部还好。哇，这个今天这什么天气你就热成这样了？我看见你一加，你一加没它烫呢，它真的要烫血吧？我操！不是会不会做小屏啊？这个 vivo 怎么发热这么严重啊？哎呦，然后它一发热就给它降频、降亮度、锁帧率。我去，你这还带壳用呢？你这裸机用都费劲。我要跟大家说一下，这应用深度优化已经是优化过的了。太优化太好了，优化太好了。刷了6分钟啊！我这个一加现在是锁90帧了，并且桌面也是。但我觉得情有可原吧，我亮度一直是拉满的呀。这个亮度差距太大了。你这 vivo 这么暗还锁60，我觉得比你我简直不知道好哪去了。我这个 vivo 定位就很莫名其妙，你看它走的时候位置就是一直是对的，我要是停下它说不定就会错了。停一下。你看，哎，它又飘过来了。它是不是走的时候调用的那个卫星会哎，多一点？它又过来了。哎，它又回去了。哎，就会来回飘呗。这有点飘了哦。我的一加就是一直在路线上行驶啊。你就一直都是错的。没有那么严密，好吧？我们刷了8分钟的美团，我的一加终于是锁到了60，看一下桌面。啊，桌面也是了，但是它亮度还是拉满的哦，但它亮度还是很高啊，现在没有拉满了。我现在亮度也很高了，高在哪儿啊？也没有一加高呀。但我现在没有拉到最亮啊，都拉上去看一看。啊，都拉到顶了，看一看嘛。左边是一加啊。说话。等一下，你是不是又降了？你把亮度拉下来。没有嘛，我怎么感觉比暗一点啊？刚刚。看一看嘛，看一看嘛。不看了，快走吧。我们刚刚又过了个马路啊，在刚刚那一节呢，我的一加一直在那规划路线上行驶的，位置不是特别准确。vivo就是动起来位置对的，一定下来就有导航惰性了，就在马路对面。并且刚刚后半段我们锁帧之后，这个美团2台手机都短暂的恢复了一下。你看它现在又是120了呀，这个一加。为什么呢？是因为你看风是挺大的，这个 vivo 呢它也是恢复了一点了，它刚刚是60，然后恢复到了一下90跟120吧。对。然后它现在好像又是90了，然后一加就是120了。调理啊，走吧。我的一加没有任何变化呀。它就是因为规划到那个路线上了嘛。这才是真正的王者，重新规划路线了。重新规划了，我的天！而且规划的是对的，你看它是在这个路的右边一点的。你这个比它差一点啊！废物，我就说我的 vivo 导航好吧，小小扳回一城。你太会导了，你太会导了，走吧。怎么说啊？没有变化，没有变化，一直是对的呀。整个导航过程中，终于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扬眉吐气了。太不容易了，我们导航了35分钟，终于到了目的地。
导航表现呢，毫无疑问是 vivo 好的，因为它在条理里面重新规划了路线，而且位置是对的。 vivo 它从头到尾它的这个位置都是比较准的啊。然后一加呢，它是因为很早就规划路线，一直在路线上面走，然后定位就有一点偏差，一点点吧。整体表现都还可以吧。现在一加呢还有76的电，现在 vivo 还有71的电，现在是中午的12点21分，我们今天用了1小时51分钟的手机了。那么现在我们赶紧去甜品站吧。你要吃啦？他要吃了。为什么你不进啊？那你先进，我俩先待一会儿。我不。我们已经到这个信号很差的厕所了，现在2台手机的自动亮度我们已经开关过了，这个 vivo 就感觉在这个室内就猛猛亮啊，而且它还没有环境色自吸印啊。一加这边是很明显的有啊。现在联通他们都是4G 啊，我们先用联通卡打个电话，3、2、1，哎，我不好意思点快了，抢跑。但是没点开啊，我先点的还是 vivo 先通。vivo 这边联通显示有3格信号啊。这边就有2格啊，你怎么说啊？那也不至于这么慢吧？啊，打通了，好慢啊！慢了20秒。现在我们在微信里面发一个表情，3、2、1，点。哦，都挺快发出来了。我们已经进微博同城有30-40秒了，这个一加是已经刷出来新东西了啊。你这个 vivo 怎么回事？不爱刷微博。一加也很勉强啊，图片加载不出来。真的还是比 vivo 好一点点吗？vivo 有微博的通知，然后通知是小米啊。哎呀，这个抖音也有点悬呐。耶，一加这边刷出新的啦。哦 ，vivo 也刷出新的了。大家都没有画面啊。这说加载不出来啊。网络不稳定，算了吧，别点了，出不来了。我们已把卡切换到电信了，他们俩现在都是4G 2格。现在打个电话，3、2、1，点。啊，都是完成了，很快都通了 ，OK。现在我微信同时发3个表情，3、2、1，点。非常的一致。现在我们进入微博同城了，同时刷新一下，3、2、1，松。哦，vivo 快一点。哇。哦，vivo 刷了2次，来你继续。我这个还没加载出来呢。好，那我们再来一次，3、2、1，走。哦，vivo 会快一点，是快一点，而且它图片很快就出来了。秒杀了，vivo 电信把它秒杀了。我们已经进入，哎，你别说好吧，你已经网络不稳定了。我们继续刷呀。哎，他刷出新的了，继续刷呀！你笑什么？喜欢开。笑什么？笑什么？怎么回事啊？他刷出来2轮了，你呢？我也有啊，我也有。怎么说？他已经刷出来第2轮了，你是第1轮的。你看，他不是比你好吗？总不说话了。vivo 确实好像是要好一点啊。你看。就是屌哦，你这边无网络了，它刷出来新的快一点，我这个一加勉强能刷1、2轮吧。那在这个厕所呢，联通就是都挺差的，发消息2个差不多，但是微博跟抖音2个都很差。电信的话呢，感觉是 vivo 的表现好一点啊，尤其是微博跟抖音啊，它出来的信息会快一点。我们现在到地下车库来扫一下墙上的2维码，左边是 vivo， 右边是一加，来3、2、1送微信1米。是右边的一加会稍微快一点。现在我们离那个2维码大概有4、5米的样子了。来，3、2、1，走。2台手机都放大了，但是有点勉强，好像扫不出来。来，往前走吧。左边的 vivo 先扫出来的一加就比 vivo 多了10厘米吧。现在我们到这个很暗的地方来扫一下2维码，但是这个地方呢比之前是要亮一点了，因为这个门它已经坏了，现在只能把2维码贴到右边了。完了，它亮灯了，我们等一下吧。好的，灯又灭了。现在微信1米，3、2、1松。差不多。现在我们离那个2维码大概有3米的样子，还是微信3、2、1松。OK， 是右边的一加还是会快一点，但是这个地方它是比之前要亮一点的了。对，现在我们来打微信视频通话，现在是前置。首先就是这个 vivo， 它的视角是要很明显的，是比右边这个一加要广一点的，而且 vivo 显得这个对比度要高一些，这个一加就显得要通透一点啊。vivo 就感觉美颜要明显一点啊，会比一加这边要显得白一点啊，但是也都还真实吧。后置的话就是一加要稍微广一点了。vivo 这边还是感觉对比度挺高的，有点这种蓝蓝的阴阴的感觉啊。一加这边颜色会比较接近真实一点，清晰度2台就没有很大的区别了。路上呢，我们打了15分钟的微信视频通话，比平常会多5分钟，是因为今天这个没什么太阳，我们就不进行那个5分钟户外大亮度，也没有必要了好吗？对，它这个 vivo 说实话已经
太垃圾了，这表现。这么暗，现在看看，刚打完。一加其实也挺暗的，一加还是要亮啊，还是要亮一些的。一加现在还有69的电。没有，我现在是61的电，现在是中午的1点02分，我们今天才用了2小时20分钟的手机呀。哎，我们现在已经到北辰这里啊，把手机交给大师来拍点照片吧。好的，朋友们，刚刚我们已经用散热背夹给这2台手机散了几分钟的热了。现在2台手机的屏幕呢是比较亮一点了，但还是一加的会比较亮一点啊。我们现在拍视频啊，4K 60帧，标准防抖，关闭了他们的 HDR 什么的。他们的优雅小宝，哎，看他今天非常的优雅，站在那边啊。现在我慢慢的向他走过去，大家看一下谁的防抖好一点啊。我从这个视频上看是 vivo 要清楚一点啊，这个一加呢感觉有一点点模糊啊，感觉这个一加呢这个美颜痕迹有点重啊，不是特别的好看呢，有点假假的，感觉 vivo 的是要看着舒服一点的。我现在慢慢转圈。今天就没有什么炫光了，这个大阴天。一加这边的色彩饱和度确实是要高一些啊，感觉看着不是很自然。他们 HDR 我都是没有开的，因为 vivo 这边呢是默认不开的，那我们就都关掉了。我现在离远一点向他跑过去啊，大家感觉谁的防抖好一点啊？好，我现在跑转圈。我自己感觉是一加这边防抖感觉要好一点啊，我再拍拍你，我感觉一加这边的颜色是明显要鲜明一点的啊。哎呀，这个 S30 Pro Mini 又开始降亮度了。我刚拍完那个2分钟的4K 60帧视频啊，右边的一加屏幕亮度很明显比 S30 Pro Mini 要高的，大家可以看到吗？这个 S30 Pro Mini 已经只有30帧了呀。好垃圾啊！怎么办？你怎么办？不用了。我们准备拍前置的视频啊，可以看到的就是这个 vivo 呢，它是有4K 60帧的，一加就是1080P 30了，怎么办呢？这才真垃圾。那我们就拍1080P 30了。好的，现在我来录2台手机的前置视频。这个 vivo，你不要每次这么直男视角好不好？这个 vivo 有点暗，但是它视角是要广一点的，因为它默认使用了一个0.8倍哦。对，它前置应该是比一加要好一点的，而且它能支持4K 60帧对，嘛。规格也高很多。感觉它画面其实要比较清晰，但是它屏幕很暗啊。对对对对。我是觉得这个录像是 vivo 要好一点的，这个一加就，我感觉它卡一点啊。都是30帧呐。哎，你转一下，走一下，转一下。防抖差不太多，但我感觉这个一加这个背景的曝光要比较差哦，感觉很白，感觉它的宽容度会差一点啊。对。我们现在用他们的人像的前置来拍一张自拍啊，可以看到的就是这个 vivo 呢，很明显的是要广很多啊，它默认就是0.8，然后一加这边是没得选的。那我们来拍一下吧，3、2、1，笑啊！我们再用普通的这个拍照模式再来一张啊。哎，这个 vivo 还是默认的0.8啊，它刚刚其实是1倍，然后10倍到我们有很多人他缩了一下啊，很尴尬，朋友们要拍后置的人像了。但是这个一加呢，后置的人像是没得选的，它是没有焦段可以选择的，好吧？可是 vivo 这边呢，233550850100啊，我们就一加离近一点，走近一点拍啊。一加这个默认的应该就是40几毫米那个焦段呢，其他我们都是默认的。vivo 这个85应该是切到长焦镜头了，但它这个长焦的实时虚化不是很好啊，几乎看不到虚化。我一加就只能往前走啦。刚拍完人像照片，很明显的可以感觉到就是这个。S30 Pro Mini 是要烫一点的啊，它比一加要烫挺多的，而且取景框很明显的是一加要流畅啊。怎么用呢？现在啊，顶多就是28度、29度这么个天气，还这么大的风，它都已经可以烫成这样了。这个机器，由于这2台手机的后置摄像头啊，它的区别也是挺大的。这个一加就没有超广角了嘛，然后它的长焦也是2倍嘛。这个 vivo 呢，有一个800万像素的超广角啊，还有一个听说没有长焦微距的3倍镜头啊。那一加在没有的焦段就陪一陪吧。我们先拍一下这边的建筑物了，今天不拍那边了，因为这边云很多，挺好看的。vivo 我们就用鲜明喽，2倍这个焦段其实一加是光学变焦的 ，vivo 是裁切的，但是3倍就不一样了啊。这一次 vivo 的3倍是73毫米啊，那一加就是裁切的4倍了。他们这个成像风格这个差别有点大呀，这个一加感觉怎么拍出来像个晴天一样啊，vivo 倒是把这种阴天的天气还原的还是比较好一点的感觉啊。这个10倍取景器面来看，那就是 vivo 爆杀呀。一加最高只能拖到20倍啊，那
vivo 也就赔着20倍吧 ，vivo 最高是可以拖到100倍的。拍完那边的楼，再拍一下这边的楼啊。这个超广角就不拍了，因为一加没有，而且 vivo 是一个800万像素的，感觉难得的 vivo 在鲜明上都更真实一点啊。今天这个天气，一加这个就显得有点太过于明亮了。而且它还是不能调那个影调的，这个高倍率没得打啊，就是 vivo 单方面赢了。还是拍一下这个长沙音乐厅这一块啊。这一组呢，我们 vivo 就用自然了啊，用自然了。这一组是自然，依然就从这个1倍开始拍啊。今天这个天气的还原，那绝对是 vivo 要好的。这今天就是这种很阴的天，并且云非常的多啊，一朵一朵的。但是一加拍出来，我感觉就过于的鲜艳了，它甚至比 vivo 的鲜明还要鲜艳啊。vivo 的这个20倍还是有一定可用性的，但是一加这个20倍，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很多可用性了啊。这一组我拍到30倍吧，因为毕竟 vivo 有嘛，一加就赔一张20倍的了。但是取景框的体验还是一加要好一些的啊。其实 vivo 这个30倍，大家要是对算法痕迹没有那么讨厌的话，也勉强可用嘛。再来拍一下这边的绿叶啊，就用它们的原生校正了，一加就是1倍和2倍，这个 vivo 呢就是1倍和3倍啊。vivo 还是用的自然啊，那这个自然确实就自然多了，而且一加它其实这两个镜头的色彩差距还挺大的嘞。我怀疑这个 vivo 我在这个距离它是没有用到长焦的啊，我看一眼，69毫米 f1.88，那就是裁切的呀。那我看它什么地方可以对到焦，这个位置 vivo 才用的是长焦啊。但是从颜色上看的话，确实是这个 vivo 还是要显得自然一点，但它并不真实啊，只是显得自然啊。一加这边就显得有点太浓郁了。我们刚刚剪了一片叶子啊，是准备拍一下长焦微距的啊，在这里，这个一加呢，它是可以关掉它那个软件的微距的啊。可是呢 ，vivo 呢是关不掉的，它是没有那个选项的，它会自动去切主摄的裁切啊，我们也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把控到那个位置啊，所以就不拍了。但是 vivo 这一台是没有长焦微距的。我们在这拍了3分钟视频，还拍了28张照片，现在一加还有60的电。vivo 只有51的电了，就你这破亮度还就只有51了，我真服了。刚拍照巨难受，好吧？现在是下午的1点40分，我们才用了2小时49分的手机，我不跟你换，赶紧换，别赶紧换！我真不想必须换用这个垃圾小屏，必须换！哎，别说的我了，我真不想换，快拿来，快点！我操，胜利！以这个 S30 Pro Mini 今天到现在为止的表现来看，好吧，用这个手机这辈子有了啊，你就买吧。拍照确实比一加好，好吧？不是，但是它很暗呀，体验很差呀，好有啥用啊？哎，你就用吧，好吧，你赶紧去买。建议用这个机器的人不要出门嘛，今天这天气它可以暗成这样，我是真去买360联名，好吧，美美的。现在我们要赶紧去坐地铁了，先刷会儿抖音。哎呀，为什么你一个人刷2台？双倍快乐，双倍快乐。刚刚我们已经刷了10分钟抖音了，现在刷小红书。哎呀，这个 vivo 的小红书近视第一条就是避雷啊，这别人的分享。确实是有点烫啊，这个手机。小红书刷腻了，换换淘宝吧。淘宝就刷不腻吗？哎，你为什么需要更显大呢？不是我的。哦，你们刚换的手机。人脸识别的。现在在经过五一广场的两台手机刚刚都有一点加载缓慢的情况。我们坐地铁的途中呢，刷了30分钟的信息流，两台手机在五一广场的时候刷淘宝都有加载缓慢的情况。现在一加还有54的电。vivo 还有44的电啊！现在下午的2点18分，我们今天已经使用了3小时20分钟的手机了。接下来我们就使用百度地图步行轨迹之路，穿一下南门口的巷子吧。今天在里面啊，下午2点多了还不出来上班呢。怎么说？今天有没有交错？今天没有交错。你们刚看这个干嘛？我要去念书了。是你念书还是你孩子念书啊？我念书呀。摇滚回来了，他复活了，你看，不死鸟。太牛逼了！我们步行轨迹之路了快12分钟，先来看一下，首先左边是 vivo， 左边是 vivo 啊！哇，一加太准了，一加非常的准啊，这个起点。你怎么到对面去了？vivo 就很不对啊。哦，这个小路一加也挺准的，几乎是在路上的啊。vivo有点靠里面了，回头路，确实是没有交错啊，两个其实形状都也还准吧。但是就稍微有点交错啊，这个是可以原谅的。哇，一加是真的在路上哎，好准一加，好准啊！这个拐弯虽然都有点穿楼啊，但是其实是一加会更靠近我们实地走路一点啊。这个 vivo 还是偏了一点，你这就扎了呀，直接穿楼了，直接穿了。哇，一加准呐，好准呐！它其实这个已经非常接近我们走路线了，就是这个 vivo 已经穿的不知天地为何物了啊！它的猛穿啊！哎，你这 vivo 在学校门口还比较准，然后一加这边就有点进去了啊。这个路的话，就确实是 vivo 这边会稍微
会准一点了，它那个转弯的轨迹会比较明显一点啊。宜家这边就比较平了。这一次我就想说一下了，我们确实是比较贴宜家这个路的，因为有一些街坊摆了一些椅子什么的，然后我们就没有很靠近这个楼啊。其实是宜家这边会准一点点的啊，这个地方倒是没有很大的区别了。再往后吧，完了，怎么宜家不在路上了？有点小偏哦，这一节还是宜家准一点，还是比较在路上的。vivo 的话就还是小偏一点啊。好，再往后开过了古潭街，完了，你的 vivo 拉了，我们都是靠右走的。一开始 vivo 它靠左了啊，这宜家真的贴的好近啊，很近很近，宜家牛逼！哇，宜家真的很准，而且之前我们测那个泛的 X8 Ultra 其实也挺准的嘞，感觉绿场有点发力啊，你怎么办？哎呀，这个 vivo 就是起点不太准，然后走着走着会偏啊。步行轨迹记录之后，宜家只有51的电了。只有吗？ vivo 还有40的电呢，非常的多啊。现在下午的2点35分，我们今天已经使用了3小时37分钟手机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去吃饭吧，好饿啊！但是不一定有饭吃啊，还真是。我们已经点好菜了，等菜上齐之前，我们先看会儿 B 站的1080P 原画直播吧。2台手机都开启弹幕，现在左边是宜家。现在在这个室内呢，它确实是 vivo 的亮度要高一点啊。那我把宜家亮度稍微拉一下吧。放了15分钟的 B 站直播，现在菜已经上齐了，把手机交给大师拍个照吧。那这两台机器呢，就拍一下这里吃的啊，1倍拍全部的菜，2倍呢就拍单个的菜啊。但是呢，我们把 vivo 调回到鲜明啊，之前是自然嘛。我其实觉得这个 vivo 的鲜明也没有很鲜明，宜家我就把它2倍的那个微距模式给关掉了。vivo 我就不进美食模式了。这个空心菜的颜色呢，确实是 vivo 的要准一点的。vivo 虽然拍的时候感觉不是很好看，但是它处理完之后还可以啊。看一下这个成片，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过程啊。vivo 呢，我都把它调到3倍再来一张啊，看它能够离到多近啊。这个位置应该是切换到3倍了，宜家就4倍差不多的位置再给它拍上，宜家这个4倍就要离得更远了。哎，这个长焦拍出来，我感觉就是宜家的好看啊。这个 vivo 这个鸡蛋怎么是这个颜色呢？我们现在准备吃饭了，刚刚已经放了15分钟，那我们再放15分钟，一共是30分钟的 B 站直播。30分钟的 B 站直播我们已经看完了啊，我们放着放着这个 vivo 就会自己偷偷降亮度呀，这个就明显没有这个宜家亮了呀，你看宜太家保守了多亮啊。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打金铲铲吧。你一个人打吗？等他回来，我先把它打开。这是干嘛的？他是吃加餐去了。金铲开始之前呢，我先报一下电量啊，这个 vivo 现在是31%， OK， 宜家还有45%，这差距越来越大了。了呀！我去！而且这个 vivo 它的金铲适配也不是很好，它最高只能开到60加超清加极高。看我们宜家这边可以开到120加超清加至臻。这2台手机放那里放了15分钟的直播，我这个手摸起来隔着壳，我就感觉这个 vivo 发热是有点异常的啊，明显比宜家热很多。那我们就迁就一下 vivo 吧，开始打金铲铲了。60帧的，60帧的啊！不是，为什么这个人7张剥皮啊？他玩个斗士，我他妈猛拍按钮，我只有2张。不让你玩。哎，好恶心啊，傻逼嘛！用了1个多小时的这个 vivo，这温度就没下来过呀。这60帧金铲铲，反正也挺烫的。空调房啊，空调房。冬天买可以的，当暖是保用。夏天还是算。之前9300加的机器也没这么差过吧？我记得 K70至尊是不是也是9300加？那个就很不错啊。它可能就是小屏嘛，它可能就是小屏嘛。你好像打得有点激烈呀。我巴比特啊，一直给我报钱。你手速不够呀，能不能低出的5倍？哇，你现在有点掉帧了。哎，死了。输了。唉，行不行？要之前前一轮爆出来感觉可以啊，这哪滴得出来3星5分啊？这把游戏打了38分多，现在宜家还有34的电。vivo 只有18%的电了，现在下午的4点01分，我们今天已经使用了4小时57分钟的手机了。唉，要嘎了呀！赶紧死，不想用了。接下来我们就2台手机用高德地图车载导航去河西，途中会进入南葫芦隧道，重点观察2台手机在隧道里的导航表现怎么样。走吧。好的 ，rapper。OK 了，朋友们，我们现在已经上车了，正在主路上行驶。等一下，这 vivo 怎么没有车道级导航？这也要演吗？哦，有了，反应慢一点而已。现在我们在最右侧车道上面行驶，靠近绿化带这里。2台手机的车道都是对的。我们现在来着左转，看谁反应着灵敏一点。我们已经转到这条路上了，2台手机表现都差不多。好的，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到隧道了。这2台手机都有短暂的错位。哎，我们还在右侧车道，他们怎么都跑到左侧了？现在他们俩差了有100米左右了。我们现在正在弧线上行驶，2台手机都有一点延后啊。
感觉左面的 vivo 进度稍微有一点点快。我们现在离这个岔路口还有一点距离，现在是右边的一加会稍准一点，左边的 vivo 已经进去了。唉 ，vivo 在这卡住了。我们进隧道了，一加怎么又不动了？一直卡在刚进隧道，一直卡在还没进隧道。哦，左边的 vivo 动了，一加动一动啊，一加要记了，完喽。我们都要驶出隧道了，一加还没有反应过来吗？看，我们现在已经驶出隧道了，马上就要汇入到主路了，一加还不动。vivo刚刚迟疑。哇，动了动了。一加就是闪了一单大的。从隧道出来之后，两台手机表现又都还可以了。现在我们马上就要到目的地了。过了19分钟啊，我们已经到达目的地了。整个导航过程中呢，在直路上两台手机都差不多，但在隧道里面两台表现都挺一般的啊。尤其是这个一加啊，它在进隧道的时候完全没有反应过来，一直到快要出隧道的时候才突然闪现了一大段。这个 vivo 呢，进隧道的时候呢提前了，然后出隧道的时候呢又在那里卡住了，表现也挺一般的。现在一加正好有30的电。vivo 只有14的电了，现在下午的4点39分，我们今天使用了5小时18分钟的手机了。接下来我们去扫个码吧。Hello， 到了呀，到你这了。什么健身房吗？在健身房啊？怎么在练8块腹肌呢？啊，没有，我都在休息了呀。你这不是刚练完吗？还专门打个电话给我。我已经把那个情况告诉你了，怎么说啊？不用猜了，不用猜了。太差了，太差了！就我觉得线下机就还是线下机，好吧，不能因为它参数好看了，你就觉得它会变好，好吧？你还没去深圳吗线下机的味？道太冲，还没呢，还没呢。OK， 那我们继续搞啦。加油加油！远程 NPC。摩擦好吧？拜拜。哎，不是，现在风怎么这么大？哇，风在推着我走，我太轻了，要被风吹走了。吹啊吹啊，我的脚放纵。支付宝扫了共享单车2维码，左边还是 vivo。哦 ，vivo， 哎，两台怎么？哎，啊，加的有点慢，加载都有点慢了。扫的速度差不多。再扫了店门口的2维码，还是支付宝。左边是 vivo。啊，一加明显快一些。好的，我们已经到这个信号比较抽象的熟悉场景槽了。S30 Pro Mini 只有11%的电了，这个一加还有29%啊，已经来到了18%的差距了。它们的自动亮度我们已经开关过了。现在 S30 Pro Mini 呢是联通的4G 网，一加呢是联通的5G 网啊。我们已经在微信里面拍了一段1分钟的微信视频了，准备来发送一下。啊，可以看到就是现在是 S30 Pro Mini 的亮度会稍微高一点啊，它每次到室内就这样了啊。坚持不了多久的。好了，3、2、1点。啊，这个导出速度呢，肯定是骁龙8E 的一加13T 快一点啊。OK， 它已经导完了啊，它也变成4G 了，两台手机现在全都是4G 的网。哎，这次 vivo 有进度了，上午 vivo 一点进度都没有。一加已经发了1半多了，这个 vivo 还是没有进度啊，都是4G。你从上面的实时网速来看的话，它也是没有那个速度的啊。一加这发完了，一加这个速度还可以在这里。一加赢了，一加已经发完了。vivo 怎么回事？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手动干预一下。暂停，再来，还是没有动静啊？为啥呀？我这个让的位置看着。好像冒了一点点尖啊。放弃吧。放弃了吧。好的，我们再下载一个300兆的视频素材啊，来，3、2、1，播点。这两台手机现在在这里都是5G 的网，然后全都没有速度，全都没有哦。有了，一加有了。然后 vivo 这边。它的广告加载出来了啊，然后它上面是未知。那其实跟我们上一次好像说有什么考试屏蔽信号那天这情况是一样的呀。你还别说，一加这边好像真没什么广告。已切换到移动网络，一加这边怎么停了呀？啊？直接下载啊？一加怎么停了呀？刚刚？啊，现在两台手机速度都上来一点了，有1点几兆了，1兆左右啊。哦，又下来了，一加现在快一点，看到没？1点几兆，我们家人一定能取得胜利的。家人现在确实下的要多一点。现在 vivo 是5G， 然后一加是4G 啊，看来一加找到诀窍了，适应了。啊，这个 vivo 现在又是0啦，它又变成0啦，啊，它又有了。你看它就是会有这种断流的情况啊。一加这也卡到605了，都断了呗。朋友们，我们下6分多钟了，这个 vivo 现在比一加要多下10几兆，但两个都好慢呐。啊 vivo 又到0了，这样子吧，朋友们，这两台实在下的有点太慢了啊，已经下了7分多钟了，他们都只下了60%多70%的样子啊，我们就不下了，好吧，全给我暂停，就都很差，哎呦，真受不了了。你怎么说啊？进都进不去啊，搞了半天了，还在转了。进去了吗？这不是？哎，5分钟终于进去了，vivo只有6%的电了。
我26%哎，差20了，好快来，他邀请我好几次了，我点接受，然后就还是在这个界面，我进不去他的房间。谁都邀请你你了，看啊，接受，没用啊，那你邀请我，他的房我进不去啊。要不我们出去吧，因为刚刚在那个树叶烧烟草，两台手机的网络太差了，尤其是个 vivo 进都进不去房间，我们现在就跑到外面来打了。那我们这把王者荣耀10v10呢，就先开均衡模式啊，看看 vivo 这次进去了多少帧啊。我觉得应该它只有这一把了，好吧？我们现在已经进游戏了，这个 vivo 这次居然是120帧啊，10v10反而是120。牛逼牛逼！哎呦，屌的一啊，那我们就均衡模式打吧。过了30秒，现在稳不住120了。我已经看到过几次101了，就它是帧率是稳不住的啊。风很大，现在外面。他们两个现在亮度倒是差不太多啊。一个不注意，这个 vivo 80-90帧了，刚刚81帧，你看现在90帧左右吧。现在是91帧啊，这那稳不住才打多久？1分30秒啊！啊，90帧了，90帧了你。不会到60吧？不行不行，直接开游戏，开 Monster。那我们现在就把性能模式打开，并且把游戏相关的设置也给打开啊。一加这电竞模式 ，HDR 画质、高分辨率、极致触控。vivo 这台手机就比较少了，它王者适配的只有游戏音效跟这个4D 震感，可能是它电太少了啊。这个王者荣耀10v10，我即使开了性能模式，它帧率依然不稳定。现在78帧。88帧，76、67，就人多会非常不稳定啊，人多会帧率掉得很厉害。那不是跟 Z10 Turbo 一样吗？44刚刚。因为我们今天都是以 vivo 的屏幕使用时间为准的啊，现在下午的5点12分，使用了5小时44，待会儿我们在这基础上加就行了。你看 vivo 帧率就很不稳定啊，它刚刚我又看到它变成120了，打了又变成100啊，现在110、120啊，它就是一直在跳，乱跳，然后人一多打团帧率就会掉得很厉害。这需要一个人静一静。你干什么？你现在换了这个机器，你就开始嚣张了？太爽！风驰游戏内核，好吧？你要不把壳摘了吧？这么凉快的天气还摘壳？你他妈的上午就是你要摘壳，真是的，受不了了！你真的恶心，我发现你这个人是嘴脸，真的。摘什么壳？摘壳？我觉得还不如给我锁帧呢，它这帧率忽上忽下的，玩得很不舒服啊，也不说一卡一卡的吧，就是很不稳定。我操，又死了，又在这送。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个风真的很大，这个外面我们真的是连汗都不带出的啊。虽然说现在显示是有30度吧，但实际上其实可能只有20多度啊，挺凉快的。怎么了，高手？赶紧结束，不想玩了，毁灭吧。你还有多少电啊1%。哦，纯废物，我还有22%。刚刚打了一个10多个人的大混战，我记得一架还能稳住120。风驰游戏内核懂不懂？现在风又大，知道吧？从我们上一次测 Z10 Turbo 来看啊，这个 vivo 呢，现在最后1%应该会比较耐用啊。它现在已经1%了，好几分钟了。上一次那个 iQOO 是打了4分钟的王者荣耀10v10，跟接近30分钟的视频通话啊，我这应该还能再坚持几分钟。重铸荣光，但是坚持其实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你知道吗？我希望它赶紧死，我不想玩了。就不行啦。现在是下午的5点19分，显示马上就要进入微店精灵了。5点20啊，5点20啊，现在帧率还有110几帧呢，会跳的。那你的时间就是5小时53分钟，这没到6小时啊。你还有多少电？我刚好20%的电。好，还剩20%。关机了吧？关机了。OK 我的天哪！待会儿给大家总结啊。你怎么了？蓄一下力是吧？待会儿开喷了。好的，那么先由我来总结一下这台 vivo S30 Pro Mini 的。等一下，你在笑什么？你在笑什么？一想到它这么差，我就想乐。你不是上午用的这台吗？那不转，最后用的不是。今天它的续航成绩是5小时53分钟，而它关机时一加还有20%的电啊。还给大家补充一下，我们上一次3台小屏那一期，小米15大概是用了5个半小时啊，可能多一点。但是那一台小米15，5400的电池，并且它的电池健康度是97%啊。而且那一天我记得太阳是非常大的。今天整个一个大阴天呐。对，虽然今天可能报的气温高一点吧，但是体感温度其实是没有那天高的，对，基本上没有什么太阳。还有这么大的风，对吧？啊，这个6500的 S30 Pro Mini 续航也就跟97%健康度的5400的小米15的续航是一个水平，真是太牛逼了！我已经无话可说了，而且它亮度我觉得还不如15。虽然说米系的手机已经是亮度最保守的，他们两个都做同样的事情，它在亮度低的情况下，它的发热还要比一加高好几档，我都不知道它怎么做到的。我感觉它设置的有问题，你知道吧？然后我们再谈表现吧。今天它比一加好的地方只有以下几点啊。首先是在厕所的电信卡的信号要稍微好一点，
以及在网络好的地方的自带的浏览器里面下文件要比它快，以及步行导航啊，它的位置精确度要比一加好一点，还有就是它的这个拍照吧，硬件差距是吧，稍微好一点。但是我说实话，也就打这个1加13T的，1加13T都不是主打拍照的，它是干游戏的。我只能这么聊，好吧？这个拍照的话啊，你跟小米15比，它没有长焦微距；你跟 X8S 比，那拍照还真不一定打得过。而且它的超广角也只有800万像素啊。前置有了灯呢，有两个灯，给大它的家展示一下。前置确实还可以，哎，前置确实还行吧，哎，有灯。相对来说比较适合女生自拍嘛，但是它这个发热这么严重，谁会去买啊？好看也不行啊。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亮度下呀，它这个亮度表现都已经挺不够用的了，我就不知道那种大太阳，包括更热的天气它会怎么样啊？今天最高虽然报了有30度，但是真的体感是没有那么高的啊。那么就你来说吧，我无话可说了，气死了。表现太差了。你上午不是用这个吗？你什么嘴脸？什么嘴脸你？用了5小时50多分钟，这一加还剩20%的电。上次给它测到没电是6小时50分钟。这么看的话，它跟上次成绩应该也没差多少。哦，对，我还想再补充一点呢。我们今天是把王者荣耀10v10放到最后了。如果还是像我们之前的一些流程一样的话，我们先到这边来打王者，再去南门口那边测步行轨迹的话，那可能这个 S30 Pro Mini 都没有电了，成绩只会更差。它王者只打了多久？11分钟吧，10v10就没了。而且帧率也很低啊，它一直在跳性能释放是很差的，它的性能模式是连王者荣耀5v5都稳不住的，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天气下，16分半锁90。一加这个游戏表现就没什么可说了，这个游戏引擎也太屌了吧！确实厉害啊，它应该是所有小屏里面游戏表现、性能释放最好的。对，而且亮度也很猛，而且它的步行轨迹记录也非常精准。它今天表现差一点的地方就是它的车载导航不怎么样，尤其是在隧道前后那一段。其他的话跟我们上次测一样，表现都非常的优秀啊。我还想说 S30 Pro Mini 一点啊，它比 S20 Pro 它其实是砍掉长焦微距的，而且超广角好像还有一定的阉割啊，就是这个在拍照上有点退步，我是真的没有想到的。如果你真的想要一颗长焦的话，它这个硬件配置其实就跟 X8S 差不多了。我觉得你要想拍照的话，你买 X8S 吧，续航是真的会比它好的，而且 X8S 的拍照亮度和拍照体验也绝对比这一台要好。今天这个温度、这个天气下，它都已经看不清了呀，那怎么办呢？它的取景快跟我掉帧掉成那个样子，我是真受不了。反正就今天的表现来看，这个 vivo S30 Pro Mini 是完全不推荐的，就是有时候看参数其实没什么用啊。它6500电池是所有的小屏里面电池最大的，但是续航感觉就是垫底的存在啊，而且还降亮度，对吧？然后性能释放也差，还烫呢。不知道它有什么优点呢？它换了个金属边框，也不知道到底有什么用啊。上一代 S20 Pro 还是塑料边框呢，也不怎么好评价吧。不是我们黑蓝厂啊，我们对于那个X200 Pro Mini 的评价还是很高的。这个 S30 Pro Mini 这个今天的表现，大家也是有目共睹，好吧？它到底是不是最差小屏呢？大家看了心里有数。我想说的是，也不是所有蓝厂的手机它的亮度都很低啊，但是爱酷呢是都挺低的。不过X200系列包括X200S 啊，其实都还可以啊了。像我跟樱木两个人用的都是X200 Pro 嘛，就他们的亮度我是觉得还不错的了，是比较正常的。只是这些机器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蓝厂要这样调了啊，真的挺夸张的，我只能说。其实从去年到现在，我们也测过了很多的小屏手机了啊。最强小屏呢，或许有争议啊，比如说一加它可能是最强游戏小屏，X8S 跟X200 Pro Mini 就比较均衡。那小米15呢，它有那个超声波，你像如果你喜欢 iOS，可以去买那个16 Pro， 对吧？那这个 S30 Pro Mini 有什么呢？啊，它是最差的，好吧？这个我觉得最热的啊，最热的，它才是真正的为发烧而生啊。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大家如果喜欢视频，不要忘记了一键3连加关注，更多精彩视频请继续关注离线玩家 Online 啊，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本来以为今天要搞到6、7点呢，这么大电池，现在5点半就走了。